Miss Fandler 她是有很多人开启勇敢的设计生涯的一位英雄。怎么区分现代主义三巨匠？ Miss Fandler 用玻璃用的最多，科布更多的是雕塑光影啊，但他的窗户用法跟 Miss 一点都不一样。 Miss 理解的窗户是块面，科布的窗户我来理解它更多的是个洞，哪怕它是一个横条的长洞，但它还是个洞。那 Gropius 更多的它只是在践行一个现代主义，比如说工厂建筑啊，通用型的设计啊，或者怎样。Miss 放最后有道理，因为他太难了。就我理解他的作品高点跟他的人生高点，他人生高点我觉得他是到了美国1929年 Miss Fandler 做的巴塞罗那馆，到30年当了包豪斯的院长，33年关了包豪斯之后呢，他有一个学生 Philip Johnson 呢就给 Miss 制造了一些机会，在 MoMA 做了展览啊，然后慢慢的把他带到美国。其实 Philip Johnson 是 Miss 从二战欧洲逃离到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到了美国，他是落脚在芝加哥，他在那里建了那个 Crown Hall， 还有 Farnsworth House， 很经典的那个玻璃屋，包括在纽约的叫 Seagram Building， 这个等于说是现代主义摩天楼的原型。它的后面的项目虽然已经石破天惊了，打破了现代主义框架，就打破了建筑的固有的观念啊，有空间流动性啊、透明度啊、材料的极致啊、细节控制、极简啊，在回应它少即是多这个逻辑嘛。但它最有精神意义的项目，其实巴塞罗那馆，我觉得它是高点，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觉得密斯之后就没有比这个再好了。刚好我前段时间去了一趟西班牙巴塞罗那，那巴塞罗那那肯定就得看密斯这个巴塞罗那馆，这个是当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世博会时候的一个场馆，密斯为德国造的。那个时候30年代还在新艺术运动后期呢， Miss Fandler 在那个时候建了一个金属的玻璃盒子，这个东西被拆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去到巴塞罗那看到的是西班牙政府调集了大量的人力啊、物力啊，重新组织重建，因为这个建筑太经典了嘛，因为那个拆的已经就啥也没有了。他们后来在现场废墟里面突然就找到了一根十字柱，找到这根柱子才定位到它原来的位置，然后再把它圆管就建在那儿。到现场的时候，跟你在教科书上啊、跟照片上看的感觉就很不一样。这么扁长、这么精致的一个房子，走进那个房子，它是一个地台，保安都没地方坐，他就在那个屋檐下面有一个凳子。那个凳子非常棒啊！你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讲那个艺术迈阿密过来14000美金的凳子，保安也有一个。进去以后，你发现这个房子完全由块面构成的。它这个东西颠覆在哪里？我们讲到密斯经常会提到，除了少就是多，我们会提到一个什么叫空间的流动性。你回想一下，你从小居住的房子啊，你所有经历过的住所啊、空间，比如说一个饭店，它有一个包间，它就是一间房子，或者你家里一个卧室就是一间房子。它这个巴塞罗那馆，它是有很多片不同材料组成啊。你走到这个空间，你能感觉到这个房子在向你打开，但是它所有空间你都很难界定说它在哪个位置是什么功能。拿进去以后全是流动的，就每个空间都是连着的。在那个时候人去体验是更抽象，因为那个时候你比如说欧洲的建筑都是一间一间的，自由平面的观念到赖特的时候才出来。然后最传神的就是他用大理石围出来一个院子，院子里面是有水景的，边上有一个雕塑，那个雕塑像叫晨曦，那个是唯一这空间里边柔性的东西，其他都是非常块面化的、非常冷硬的这种线条。所以你就彻底颠覆了对空间的认知，就空间好像在这里已经被消解掉了。而且你仔细进去看，它的屋顶是没有一个灯的，它顶上就是有一些玻璃的竖片，有一些孤立的柱子，把这很多的面全都组合在一起，但它不限定你的框架，不限定你的活动范围。最妙的就是当你觉得这么冷酷理性、这么秩序，一转脸看到那种柔美极简的这种雕塑，它把这个人性一下子拉到这个建筑里面，告诉你人是存在的，精神也是存在的。 Miss 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跟他在后来美国做的项目有点不一样。他这个时候他是有一个合作人的，就 Miss 一直在他的一生当中，虽然他本来讲话就已经很少了，坚信少就是多，他经常讽刺科布西耶这人建一个房子要写3本书，所以 Miss 你能找到他的著作是不太多的，除了自传啊，一些跟 Miss Fandler 对话。但他呢，在一些学术的场合啊，他就对这个女性绝口不提。这个人叫 Lili Leisch， 这个人是密斯在德国时期的紧密的合作者，就他们俩共同其实做了这个巴塞罗那馆。我相信巴塞罗那馆里边柔软的东西，比如说巴塞罗那椅啊这些细节啊，还有层次的东
西啊，不单单是密斯，而且我相信这个女性有可能在根儿上影响过密斯。为什么说她巴塞罗那馆是巅峰？这个里边你可以看到秩序和精神是共存的。你比如说这个涟漪、大理石带来的这个时间厚度，然后还有优美的雕塑，但这个雕塑我相信是密斯喜欢的，因为他这个雕塑家受罗丹影响很重，但他比罗丹更加的极简，是密斯很喜欢的一个雕塑艺术家。很多草图里面都出现了这个雕塑。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建筑其实是让渡给这个雕塑，雕塑其实是核心。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建筑既有人性，有时间厚度，有科技，有观念的转变，还有卓绝的工艺。密斯范德罗做这个项目，它所蕴含的层次非常多。它还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点，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叫马列维奇啊，马列维奇崇尚了这个至上主义，讲的就是所有东西没有形状了，只有几何的内核。你就比如说它的黑方块，它也没有边界，它也没有意义，它把所有东西都已经抽象成最基本的元素，最有力的刺激。那么你其实如果切开这个 Miss Fandor 的平面图啊，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把至上主义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立体的了，全是纯粹的东西啊。我这个就是片，但是你可以读取空间在里边流动，你可以感受到人性，这些东西都是抽象给你的力量。所以你把 Miss Fandor 归在现代主义，我同意，但其实在巴塞罗那馆这一个作品上，它远超于同期的所有其他作品。最狠的，在这个原址边上，它有一个叫做典雅大道的东西，它就是纯的大的石材罗马柱，强调的中轴对称、比例、构成、力量、秩序，给人带来这种古典的震撼。然后 Miss Fandor 他知道这个场景在这里，他建了一个这个特别冲突的东西，这就是两股力量的对峙。那个项目开幕的时候，所有的社会名流都被这个作品震撼，就从那儿密斯开始崛起了。你刚才说这个典雅大道跟典雅大道相互对望的这么一个建筑，像是一个天外来物一样，它难道没有一个过渡吗？密斯凡德罗在建成这样一个惊为天人的建筑之前，他是怎么到了这一步？他所受的影响其实早先跟那两位是一样的，他们都在彼得拜伦斯的事务所工作，所以他们受到了现代主义思潮的这个影响。其实在这之前他还有很多理论的研究，就比如说他拿玻璃做摩天大楼，他一直有一个逻辑夙愿，就是他想建立不受结构束缚、不受观念束缚的一个自由表达的建筑。他后来组织了一个叫做魏森霍夫住宅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有点像我们那个长城山脚下的公社，在一个山坡上建了一个集体住宅。科布的最有名，就资料现在看到最多就是科布的。这个过程其实密斯也考虑说建筑怎么样能脱离它原有的定义。巴塞罗那馆刚好它第一没有什么功能的需求，第二个它有关注度，第三个它有巨大的支持，它得到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状态，而且它可能为此已经琢磨了快10年了。关于巴塞罗那馆啊，我还有一个好奇，它是在那个年代突破性的使用了玻璃这个材质。玻璃这个事儿是密斯凡德罗玩明白了呢，还是说另有其人？现在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930年，但你说玻璃被谁玩明白呢？玻璃被一个花匠玩明白了。这要倒推回去到1851年，又是世博会。水晶宫这个东西就是英国伦敦世博会的主场馆，全英国人弄不好，然后来了一个花匠，他呢就是用玻璃铸铁框架做了一个模块，他就等于说把零件变成生产线的作品嘛，玻璃盘一片一片你就烧制所谓巨大的水晶建筑。这个东西它就是放大版的花房，但是玻璃在那个时候是以零件为出现。巴塞罗那馆是我理解的第一个以玻璃成为独立的块面出现的一个建筑。它还有一个特别妙，就是这个屋顶啊，因为它没有一个地方有灯，我在里面观察，就它怎么来考虑采光。就在这一个长方形的里边，它有一个小方块，顶上是漏进来，顶上有个窗户，你在下面是看不见窗户，为什么呢？它拿4面的磨砂玻璃把这个窗户做成一个墙，然后你能感觉到这片玻璃是发光的，它觉得处理的精妙到这种程度，它做了一个发光的墙。你说一块铁一块石头，它还放了一块光，你就觉得这元素组合的实在是太疯狂了，就是你不能细想。
就通过这个玻璃都能反映出它少即是多的这个概念。玻璃这个材质没有任何的特征，它抛弃了一切的表情色彩，但是它承载了所有的光也好，所有的意象也好，它能承载世间的万物。它把很多东西凝结在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让你有很多折射。密斯还有一个名字叫上帝藏在细节里，就是你看到的少，它并不是真的少，而是经过大量的思考，尽可能的把你的表达凝聚成一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是万象的，就包括这个十字钢柱，非常漂亮的高反光的一个柱子，而且它那个十字柱有个好处呢，它有很多折面，所以这柱子显得特别修长。但你像这么样一根柱子，首先要计算它的强度、它的结构性，然后你要去打磨它顶上跟地上接的这个细节，那么它把这些细节全都藏成一个非常简单的结果。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艺术品商店里面还卖一个冰箱贴，冰箱贴写什么来着 ？Build 通 talk。大概意思我翻译一下，就是别逼逼，就做就好了。这个东西反射出一个很 negative 的现状，就是有很多东西不 talk 你都不能理解了。像这种直达内心的东西，你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么精妙的巴塞罗那馆，难道你就不能有普通的理解吗？精密的好的艺术，它完全是不分你的认知往你脑子里面渗透，这是厉害的。你比如大卫霍克尼大水花，你不了解它的背景，这么平静的一个加州晴朗的天气，一个大水花在水池里面，你会产生非常多的趣味和遐想。我一句话来概括 Mies van der Rohe， 我觉得 Mies van der Rohe 是给很多设计从业者或者是学设计的、学建筑的人勇气的人。一句 less is more， 它可以让你勇敢的把自己的贫乏展示出来。你肤浅的理解，我也没有那么多，我就给这么少，但是少就是多。后来慢慢觉得，哦，原来少不是肤浅，少不是敷衍，也不是你浅薄，少是你用你更多的 knowledge 去除噪音，你不断的吸纳新的知识，了解、消化、吸收，你再来以一个少来做一个多的解释。Mies van der Rohe 他是很多人开启勇敢的设计生涯的一位英雄。在这之前，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少即是多这句话，但今天呢，我们通过对巴塞罗那馆这个建筑这么细致的了解下来，至少以后当你说出少即是多的时候，你脑子里已经有一个画面了。我只是解释了巴塞罗那馆，它其实后面还有 Seagram 其实它是跟 Philip Johnson 合作的一个项目，后边它还有很多伟大的建筑，那可能它还有更多侧面去诠释少就是多。我也欢迎看到我们对话的朋友们把你所理解的少就是多写在下面，因为后来还有很多辩题，就是 Philip Johnson 这个人很有趣哦。这个人怎么形容他自己？他说我是个妓女，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最早先是信奉现代主义的，他说密斯潘德罗是我精神上的父亲，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又觉得国际主义、现代主义太通用化，太没有情感，他又转换阵营了，他公开开始反对现代主义，然后很快他还设计了 AT&T 大厦，那玩意儿就是个大衣柜，他投身到后现代主义，所以他其实一直在改变他的建筑立场。所以他说我是个妓女，但还有后一句就是，但是我透过卖摩天大楼所得到的报酬可不少，我才不在意什么立场、什么信仰、什么建筑执着，我在意的是我怎么能制造价值。他最厉害的一个点，他掌握了建筑话语权。你看我们这次现代主义三巨匠讲完了，其实现代主义三巨匠讲完以后，马上设计界会迎来新一轮的大爆发，国际主义运动、战后重建慢慢进入一个缓和的阶段，又有很多新的思潮。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在现代主义思潮开始的初期，日本又在酝酿一场精彩的建筑大戏。平行时空下，日本做的建筑实践叫超现代主义实践啊，那个太酷了。当然 Mies van der Rohe 可以算是一个超现代主义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巴塞罗那馆其实超出了他那个时代的那个深度。他们重建的时候，密斯还没死呢，这基金会写信给密斯啊，就说我们要重建这个东西。然后密斯的回复我也觉得挺商业的，他说为什么要重建一模一样的？来给我钱，我帮你做个新的。然后对面又很犹疑嘛。后来呢，密斯又几次透露说如果你们想要我来帮助，我是不需要酬劳。可能他在反思这件事情。但后来我相信西班牙就独立去做了这件事，